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水晶科技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要怎么样去解锁。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水晶科技呢是有买弹窗，有买龙马关山，有买正负资质的情况下所提升到的水晶科技。那肯定的，你一开始呢就必须要把你的建筑研究学院啊、水晶加工厂这些提升到25等级。那你的水晶加工厂你不想要提升的这么快也是可以，不过正常来讲都是会提升那么多啦。那水晶科技这边呢，你可以不用去解锁其他兵种的前提下，解锁一个兵种就可以升到后面去了，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一开始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可能你是步兵玩家，你就只是解锁步兵就行了；只是骑兵玩家就解锁骑兵就行了，或者是你只有两个兵种，可能工兵跟骑兵，你就解锁这两个就可以了。那一开始这个要提升5，这个也是要提升5，然后到扩编到手链操作。但是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你先不要提升到这么高等级，可能你这个先提升1，然后看这个手链操作，你要解锁之前它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他讲你的部队扩容要提升到可能10等级，你就提升到10等级。不过我记得没有提升到这么高啦，我记得好像才几等级就已经可以解锁手链操作了。手链操作这边点满了之后，OK， 你先不要去点选其他的东西，你接着再看这个手链操作2。解锁之前需要什么要求？那我记得手链操作2要提升到满之前呢，你这个扩编要提升到8等级，这个也要8等级，这个要5等级。所以你这边就是前面提升哦，那前面这里也是要提升到5。如果你是选一个的话啦，你不用一开始提升2个先，因为我们在早期没有这么快打关卡4，就算你是英雄战歌也是需要等7天，国服需要等8天。那如果是奥尔良之围这种地图的话，就要等10天、11天左右。所以这边前面你只是提升一个兵种到5等级，这个提升到8等级，5等级、8等级，然后就可以解锁这个手链操作2了。一般手链操作2这边点满了之后，你要消耗的水晶量就会减少，可以省比较多的水晶。那我会先点选文化交流跟这个青角蛮敌，就是文化交流，就是你做驻地任务的时候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水晶还有好感度，然后尽量选择一些任务可以拿到比较多好感度跟水晶的，就比方说训练部队啊，打一些日落峡谷、失落峡谷，不好意思，打失落峡谷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水晶好感度，并且完成多一些任务可以拿到卡哈尔的古箫，就比方说集结城寨之类的就可以拿到了，训练部队也可以。然后青角蛮敌呢，就是打野蛮人嘛，你打野蛮人或者是野蛮人城寨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水晶。先提升这两个，做多一点任务，然后打多一点野蛮人，拿到比较多的水晶之后，你才去提升其他的。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基本上你们是可以提升到特效药物2这边的。那因为我这边选比较多兵种的关系，再加上我一开始这边有人帮我解锁了工程车，就变成我有一些水晶就被浪费掉了。那如果你们没有用到工程车的话，其实这个可以省略掉了，你们会比较多的水晶，然后提升到后面之后，你再解锁到这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关卡4。当然我们这个是英雄战歌呢，那如果是奥尔良之围的话，可能会更后面一点，这个我就不确定。但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啊，如果你们要提升到特效药物，我记得是2等级之前呢，你必须要先把指挥1跟指挥2先解锁。那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不是驻防，我不是集结统帅的话，这样我就不需要去解锁这个东西。不是的，他会强制你去解锁，就是你必须要解锁这里的2个指挥之后，你还可以解锁这个特效药物2等级。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啦。然后要不要解锁第6个部队呢？我个人是觉得说你要提升前面这边防御啊、生命啊，还有新接速度这边全部搞定了之后，你才开第6个部队，不然你的部队会很脆。不过基本上在关卡4都是可以携带6个部队了，这个不需要太担心。那有些玩家他们会特意提升到7个部队，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啦，因为如果你开到7个部队，就证明说你前面可能有很多科技都没有开，又或者是你真的很多去拉野蛮人，你可以拿到比较多水晶的话，那你解锁7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后面就跟着去点选就可以了。那这边有几个技能，看你们要不要去解锁啦。就比方说这个拿符文的，还有这个
打完了部队可以快速回城那个，看你们有没有需要。其实这两个不是强制解锁啦。还有这个部队容量呢，医院部队的容量放比较多部队的话，这个也是要解锁的，也是强制的。你解锁到后面的东西之后，你怎样都是要解锁，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部队不是很多，我不需要解锁，他会强制你解锁的，这个也是个问题。然后到后面这个是围殴的技能，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基本上在关卡器应该都可以解锁到这个部分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但这个我们还是要体验下来啦。在之后我可能会再另外做一个影片讲一下开完了整个技能之后打架的感受或者是之类的，到时候再讲。那么再来就是讲我的报告了。那我的报告有些好有些坏，是看你自己的打法啦。但如果我正常来打架的话，基本上200%到600%左右还是会有的。那这边报告就需要慢慢去找。而且各位，如果你们想要看我是怎么打到这些报告出来呢，其实也是可以去看我的直播回放啦。基本上在我的直播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打的。我有时候也是会出现一些部位强敌啊，但是你要看是什么情况。但如果你真的打得比较好的话，1000多的击杀比例还是会有。那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当你在打的时候，好像伤害没有这么高，因为对方他可能科技也是提升到伤害减免了，又或者是他的生命值或者是防御力也是提升了，跟着提升上去，再加上我们本来的装备呢都是以防御力跟生命值为主嘛，像步兵的装备呢比较多是防御力，所以可能现在的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硬一点的。那之后如果玩家觉得说我的伤害不够，他要提升可能换去攻击力的装备的时候，就会看到有差距在了。但你的在野战操作手感呢是比起之前还要更好，因为之前我们打 KVK 的时候，可能进入队伍里面2秒到5秒左右，你的队伍就融化了。但现在你在队伍里面打，可能来回打几分钟、5分钟到10分钟左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的部队可以打很久，你可以很正常的去释放你自己的技能了。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但如果你是已经习惯了原本的战斗方式，就是它那个部队融化的速度的话，对你来讲，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可能你不是很满意啦。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报告都会赚好几倍啦。这个我们199%就差不多2倍了嘛，3倍、2倍。因为我之前的报告基本上都是部位强敌嘛，但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比方说可能工兵跑得比较慢的问题，或者是骑兵跑太快，在我的队伍里面基本上霍去病又或者是亚瑟都是跑最快，有时候跑最快就被人家打死了反正跑得比较慢一点的就有时候可以生存下来。那这些是野战的部队报告。那有时候骑兵跑太快了，就比方说这样子的情况，你看刘彻跟斐利打出来的报告都有700%多但比较糟糕的就是很像诸葛亮啊、亚述啊，因为你有时候操控6-7个队伍嘛，就比较难操控到1-2个部队，或者是被人家锁定。尤其像我的工兵是没有放那个其他的兵种进去啦，所以就是它会显示工兵的符号，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会锁定工兵来打，就变成说我的工兵报告会比较糟糕一点了。感觉对方融化的速度不是这么快，有时候打着打的会觉得比较无聊啊。以前打的时候可能还有那个耐心啊，他现在的那个战斗方式就是给你的感受呢，比较像是前2年的感受吧，就是斯基的那个时期，又或者是在更早期一点，可能阿提拉的那个时期的时候，没有融化的这么快。所以这个看吧，我是觉得之后可能我们的队伍中要放一些辅助统帅吧，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伤害的，又或者是我们可能要更换一下我们自己的饰品之类的。那当然的，影片中还有显示更加多的报告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我当天是怎么打架的，怎样拿到这些报告的话，也可以看直播回放了。就比方说像我这样子慢慢去扫，看我是怎样打的。就比方说现在是大团战，然后大团战之后我的报告打得怎么样，各位可以慢慢去找啦，慢慢去看啦，基本上直播都会有存档的。那我个人体验下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但因为现在是关卡4而已啊，所以可能没有提升到后面围殴的科技，感觉没有什么打人通啦。但如果到后面皇庭的话，我就不知道感受会怎么样了。因为现在我们有不少的队友就有反馈说，打旗帜好像不是这么容易打下来。然后我们打
其他敌人的部队呢，也是比较需要花时间的，没有像之前这样子，只要大家集合一打，对方就融化了。我不是说之前的水晶科技了，而是就是大家抱团打同一个目标的时候，融化的速度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快了。再加上现在我们在关卡是基本上都可以40万的部队派出去了嘛，对方的部队量比较多了，然后他防御跟生命提升上去了，所以我们打的比较慢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有这个感觉下来啦。但我的操作其实也不算是很厉害，但也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报告，所以我相信如果操作比我更好的玩家呢，可能2000倍也说不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夸张啦，可能会有啊。那黄庭的话就要看打得怎么样咯。我是觉得黄庭的旗帜应该也不容易打下来，再加上敌人他们的血量那些都已经提升了，如果有一些有水晶科技买满的话，可能还有伤害减免下来，可能我们打它完全是不通，又或者是真的融化的特别慢的话，可能我们黄庭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打。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那这边的水晶科技体验下来呢，是我个人的感想啦，可能其他的玩家感想不太一样。至于各位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疑问遗漏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